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 DIY。今天这个小视频跟大家分享怎么样重新铺设下陷的花园地砖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一段的花园地砖呢，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，有一些砖呢鼓起来，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呢出现了下陷，冬天的时候容易积水并且结冰，非常的不安全。那么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呢？这个小视频就分享给大家。那么首先我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一部分的老的地砖全部把它齐起来。那么这些地砖呢，由于年久失修呢，砖与砖之间实际上已经有泥土层了，这样呢就容易滋生杂草。那么取这些地砖的时候呢，要确保把这个砖与砖之间的这个泥土要把它清除掉。然后呢，我会用这种铁质的 tamper 去检查一下这个砖的 base 是不是还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，防止呢有些地方呢出现了空洞或者明显的下沉。如果有这种状况呢，那么还需要用一些碎石子儿或者碎砖块填到最下面，使这个砖地呢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。另外呢，还要检查是不是有一些树根啊之类的，把这个地基呢把它拱起来。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呢，也需要把这些多余的树根把它削平。我的这种地基呢，目前还处在比较好的状态，所以呢，我要做的就是用一些填充料平整一下，就可以铺砖了。那么这种填充料呢，几种选择，最常见的是这种小碎石 limestone screening， 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材料呢，就是沙子。那么我选择的是这种小碎石，因为沙子呢，我觉得太细，然后呢，可能不太好操作，而这种小碎石呢，平整起来非常的方便。另外，还可以选择沙子混合一些水泥，或者是潮的混凝土也可以。但是呢，由于这个地方的面积比较大，还要考虑到渗水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这种limestone screening 呢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limestone screening 呢，实际上操作起来非常方便，用一根2x4的木棍，或者是一个平的一个木板，都可以用来作为平整的工具。有一些人呢，在这个表面呢放上一些塑料管，引导一下，把它做到平。我发现呢，这样做呢，可能也未必很方便，因为这个塑料管呢，它容易动。那么我的做法呢，就是首先呢，用这个木板呢，把这个 limestone screening 把它擀平，然后呢，使用水平仪，然后再量一下它的水平就可以了。你翘了完全平态还翘多少？还翘多少？哦，那就 OK 了哈。因为它这样的水稍微往那边。我之所以用 limestone screening 而不用细沙呢，也是因为这个 limestone screening 呢，你铺完以后呢，你踩上去的时候它不太容易变形，而细沙呢，如果你平整完以后，脚一踩上去呢，它马上又会陷下去，所以我感觉呢，这个 limestone screening 可能更好操作一点。平整土地的时候呢，要有点耐心，要确保呢大致水平，这样呢，在你后来铺砖的过程中呢，会节省很多的时间。好，现在开始铺砖。铺砖的时候呢，还需要少量的 limestone screening 来把它垫在砖的下面，调整呢每块砖细微的这种水平，然后用橡皮锤锤紧。铺砖呢其实也没那么复杂，就是要做到平整。怎么来判断呢？这里呢有几个指标。第一呢是它跟旁边的砖是否做到了齐平。
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铺的时候，至少你的肉眼上看上去是不是非常的平整。第三呢，要用水平仪去测量一下，看看这个地面呢是否符合你当初设计的这种需求。这种砖地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它不需要完全的 perfect 的水平，因为呢，尤其是这种 walkway 这种步道，人经常要走的地方，最常走的部分呢，理想状态下呢是要比旁边要稍微高一点的。这样做呢，是为了引导这个水流呢流走，不会让这个水呢积在这个路中间。冬天的时候呢，如果结冰就非常危险。所以只要你的肉眼看上去很平，你水平仪测量了符合你设计的流水的这种预期的话呢，就可以了。大家注意到，因为我这个呢是重铺设这块砖地的时候呢，我尽量呢减少要咔砖的需要，因为咔砖呢是挺辛苦的，然后灰尘也非常的大，所以呢我就尽量沿着这个斜边来铺，因为这个斜边呢之前的 contractor 已经把这些砖咔好了，基本上这个斜边我就不需要再咔砖了。像这种部分的维修这种花园砖的地面，那么它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在和老的砖接口的地方呢，往往呢你无法做到完全的贴合，这样呢是没有关系的，只要咔一些小砖把它塞进那些缝隙里面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这种咔砖的需要，把那些最不规则的斜的一种线条呢，首先把它铺上去。这种尖头的泥水铲是非常有用的工具，我强烈推荐。这个呢，用来砌砖和修这种地砖是非常高效的。使用这种地砖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维修，而像一般的混凝土地面，如果出现了开裂或者下陷呢，基本上你就要把它铲掉，然后重新再浇筑新的混凝土了。而这种地砖呢，不管你在维修之前它的状态有多么的不美观，即使是它上面砖缝之间长满了杂草，这砖上面长满了青苔也没有关系，只要这个砖本身呢，它没有坏，没有裂，都可以重新使用。只要重新铺设完毕，缝呢用沙子填起来以后呢，都会出现一个焕然一新的状态。所以呢，这种地砖呢，如果它的状态很好的话呢，是没有必要更换的。我用的这个地砖呢，至少有30年了，但是它的状态呢还非常非常的好。而且我发现，如果现在我去市面上买同样尺寸的地砖，那么它们往往没有这么厚，少了差不多1/3。像这样一个大概有15平方米吧，我大概用了2天时间就可以修完了。这里不显得没觉得 ，no 不觉得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斜边上的这个小碎砖呢，我在拆的时候呢，都是把它依次的摆在旁边，这样我在装回去的时候呢，就不会搞乱了。所以如果你有类似的情况呢，我也非常建议采用这种办法。
现在修到了一个悬浮的台阶的旁边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台阶下面呢，原本是有一些旧砖的，但是我这个砖重新铺了以后呢，它跟旧的砖呢已经不能够完全的贴合了。那么这样呢有2个办法，第一呢，我就是要裁很多的小砖把它填进去，另外一个办法我就把这一圈的旧砖呢把它取掉了，因为这是一个悬浮的台阶，其实下面的砖呢不成任何的力，也没什么用，所以我把它取掉以后呢，这样呢它空间更大一些，悬浮的效果会更好一点。这个都拿下来哈。但这样做呢有一个问题，它边缘的砖有可能会动。那么我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待会儿就会展示给大家。我旁边呢新浇筑了一个水泥墩子，我会建一个现代简洁的条凳。水泥墩子的周围呢，我也是采用这种方法，把它留了一点空间，这样呢，一来可以减少咖砖的需要，另外呢，我准备里面填上一些碎石，这样呢也非常具有装饰的效果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咖砖了。需要咖的砖基本上是新老砖交替的地方。因为这个砖重新铺过以后呢，不可能100%跟原来完全一样，总会有一些位移。我用的工具呢是这种 grinder， 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工具，它非常的多用途，配上不同的碟片可以完成不同的工作，可以用来咖砖、咖瓷砖、铁、金属和木头，还可以用来打磨，非常多用途的。由于它锯的厚度呢达不到这个砖的厚度，所以呢我有的时候呢还需要用这种石匠用的 chisel 宰子，把最后一点连在一起的部分把它宰开。咖砖呢就是它的灰尘非常大，所以在做这一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，戴上眼镜和口罩。如果可以喷点水的话呢，可以很大程度上的减少一些灰尘。这种碟片呢，除了切割，还可以用来打磨，把那些咖的过程中有一些突出的部分呢，把它打磨掉，这样呢会方便之后的安装。基本上家用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grinder， 再配上合适的锯片，基本上就可以完成这些工作了。你并不需要很复杂的、很大的这种切割的机器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是新老砖交替的地带，大概有15-20块，我是切割成了小的 piece， 然后把它 fit 进去，状态还不错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要去 finish 这个 interlock 的边。我的做法呢，还是跟以前我做过一期视频怎么样铺草坪围边的做法一样，我调了一些混凝土，把它压住这个砖的外围，混凝土的高度呢，大概到这个砖厚度1半左右，围上一圈。这些混凝土凝固以后呢，就会把这个砖固定到位，它们就不再容易走动了。这个混凝土的上面呢，我会铺一些装饰用的碎石。当然，如果是草坪的话呢，你上面铺一些土，种上草也是可以的。所以这种做法呢，实际上是非常实用的，可以用来做任何的这种地砖的边缘的处理。可以吧？好，现在这个砖已经铺完了，下一步呢就是要填沙子。首先呢，我对这个表面呢进行了一些清理工作。我还用这个 blower 呢，把这个表面一些
灰尘把它吹干净。当然你不做这一步应该问题也不大。填缝的材料呢是 polymeric sand， 是这种乳胶砂。这个呢有几种选择，以前呢实际上就是用一般的沙子把它扫进去就可以了。但是一般的沙子有个问题呢，就是它们之间呢没有凝结力，散落在这个缝隙里面，这样呢遇到大风或者流水呢容易被冲走。而现在这种 polymeric sand 呢，它里面呢含混了一些乳胶，它遇水以后呢会凝结，会把这个沙子呢固定在这个缝隙里面，这样呢这个就不容易长杂草了。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办法，例如我去年做过一期视频曾说过可以用沙子混合一些水泥，这个方法呢也有把这个沙子固定在这个缝隙之间的作用。但是这样做唯一一个缺点呢，就是这个水泥呢它会粘在这个地砖上面，会改变它的颜色。这一点呢是如果大家要选用的话是要注意避免的。当然如果你选用的地砖就是这种水泥的原色，那个问题应该不大。如果你那地砖呢是有颜色的，像我这种有点偏红，那么这样呢可能就不太好了。这个呢要花一点时间，慢慢的把这些残留在砖表面的沙子呢都扫到这些缝隙里面去。在做完这一步之后呢，我还非常建议大家对表面进行一些清理工作。当然这种乳胶砂已经做了改良，不像水泥，它一般不太会染这个砖的表面。但是呢我还是把这个 blower 打开，希望呢把这个表面的残留的一些粉尘呢把它吹掉。吹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对着这个砖的缝隙，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呢会把一些沙呢又把它吹走了。这个呢是完全是一个额外的步骤，如果你省略这一步呢应该问题也不大，如果你用这种乳胶砂的话。但是如果要是用水泥混沙子的话，这一步就非常关键了，而且可能这一步还不太够，还需要用一些吸尘器把这个砖表面残留的水泥粉呢把它吸干净。最后一步呢就是使用这个水来把这个表面呢把它湿润一下。这个水呢是要开到叫 mist，实际上是喷雾的状态，不能有很强的水流，把这个表面把它湿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些水呢会渗到这个沙子里面，这个乳胶会把这个沙子固在它应该有的位置。这一步完成以后呢，基本上这个铺设地砖的工作呢就完成了。当然还有一步呢，就是这个表面呢重新把它 seal 一下，这个砖的表面会呈现出非常美观的湿润的效果。完工的效果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我铺上了小碎石。如果您喜欢这一期的节目，请给我一个 thumb up。如果您还没有订阅，请点击红色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这个30年的老的地砖呢又焕然一新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